不管是在加拿大还是西班牙，每次聊到找对象的话题，总会有人说你找个老外吧，亚洲女性在这边挺受欢迎的。亚洲女性受欢迎，也许这是个事实吧，但是我却不能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因为我不希望我被选择是因为我拥有某种身份标签。我最近读了弗洛姆的《爱的艺术》这本书，它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它坚定了很多我对爱的理解。一个注重培养自己爱的能力的人，不会只关注于提升自己的外表和身材等外在的吸引力，而是首先会对自己关心、负责、尊重和了解，先让自己体会这种爱的感觉，让自己充满爱。因为只有当你富有爱的时候，爱的给予才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牺牲，同时也不需要通过控制或者依赖对方才能感受到爱。本着书中爱是一种能力，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提升的说法，我决定对我过往的约会经验进行一次总结，深入学习，之后再计划下一步的实践。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我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约会经历。我给加拿大的关键字是天崩开局、杀猪盘、妈宝男。西班牙的关键字是学语言、开会员。约会其实没有那么难。在我刚到加拿大的第一周开学之前，我去一个音乐节当志愿者。在活动将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问我这是什么活动，于是我们俩便聊了起来。他指着远处的一台摩托车跟我说，他刚从蒙特利尔骑行回来。我们绕着活动的场地的公园走了3圈，直到活动结束，场地都清空了，他才离开。之后他就每天给我发短信，早安晚安，还给我发他工作时候的照片。有好几次他晚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他在屋外面，因为屋里边有孩子，说话不方便。但我后来觉得也许屋里不单有孩子吧。后来我就用他的全名在 Facebook 里搜到了他的 profile， 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不合适。他的头像是他赤裸上半身的秀肌肉的自拍照，而他的好友里也基本上都是同类别的女生，所以之后他再给我发消息或者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有再接，回应也非常冷淡。他有一次周末说要带我去当地的农贸市场，而且还让我带上我的其他留学生同学，但是被我婉拒了。即使我不回复或者是已经很明确的拒绝了他，他还是会坚持的骚扰我。我还因此去了我们学校的心理辅导室，因为我想知道到底是我拒绝的不够清楚，还是我不了解本地的文化。但是老师跟我说我没有做错，如果这个人在持续骚扰我，对我形成威胁的话，我是可以报警的。之后他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骚扰，但是我都完全没有回应，他也就消失了。Facebook 还帮我排除了一个约会对象，就是我发现这个人明明是一个本地人，但他的 Facebook 里关注的却是清一色的亚洲女性。现在我已经不光用 Facebook 了，还会用 LinkedIn 去搜他的档案。当然 LinkedIn 也不完全可靠，之前我有个朋友就是在 LinkedIn 上有人加他好友，但是那个人应该是杀猪盘。杀猪盘在你聊过2-3个之后，也就基本知道他们的套路了。现在都不需要 match， 只是通过他们的照片你就能判断出来他们是杀猪盘，因为他们总会把自己包装得很精致，外在条件几乎是完美的，事业成功，孝顺父母，想要赶快结婚生孩子，而且一上来就跟你表忠心，还没聊几句就转到 WhatsApp 或者微信，然后直接给我发了个截图，告诉我他们已经把 dating app 给删除了。跟 profile 里边的照片基本上都是从 ins 上偷来的一些网红博主的日常照片。我之前看到一个 BBC 的纪录片，讲的就是一个在美国的女律师被杀猪盘，被 dating app 上的杀猪盘给骗了。那个人当时在跟你视频的时候就能把自己伪装成照片上那个人的样子。我的经验就是，如果你不是非得冒险去谈什么跨国恋，那么就把他约出来，他们是100%约不出来的。我遇到的一个就是以我要开会，我要去看我奶，我要出差为由，各种原因拒绝跟我见面。跟我聊过的那2-3个好像都还没有聊到钱的问题，我就已经觉得不对劲儿了，后来就没有再继续。我在加拿大用的第一个 dating app 是 Coffee Meets Bagel。 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上面遇到的3个亚裔 CBC， 他们的聊天套路都是一样的。
刚聊没多久，他就自己主动跟你说他跟前女友的分手原因。分手原因都如出一辙。第一个说跟他哥们儿去给女朋友买订婚戒指，结果发现他女朋友正牵着另外一个男的手在逛街。第二个是女朋友说给他点了外卖送到家里，他以为是女朋友的家，所以他下了班就直接过去了，结果没想到捉奸在床。第三个是他出差想给女朋友一个惊喜，所以就偷偷的提前回来了，打开房门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男生穿着他的浴袍站在家里，惊喜变成了惊吓。我第一次听到分手理由的时候可能还有那么点同情吧，但当后来发现第二个第三个都是这样的，不免让我怀疑这个是他们的套路，想博得我的同情。但我没有那么圣母。我在加拿大用的第二个 dating app 是 Hinge， 是在我近乎绝望已经不打算再用 dating app 的时候，是我的加拿大一任房东，一个27岁的本地男生跟我说的。即使是他这样一个本地人，也是需要通过 dating app 去认识人的。我跟他说我 profile 里边写我38岁，已经没有人会 like 我了。他说那你可以不写真实年龄啊。我才知道原来男生不光是身高可以作假，原来年龄他们也作假。我本来还以为这是男生的年龄焦虑，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只是想找更年轻的人而已。所以说如果我60岁的时候还在相亲，我在 dating app 上也就只能找到70岁的老头，根本就找不到跟我同龄的人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岁数太大，还是一语成谶，我之后就连续遇到2个，原本以为他们只是比我大5岁，后来才知道比我大10岁。我在 Hinge 上有见过2个比我小的男生，一个是27岁的，一个是30岁的。虽然我们的 profile 里边都写的是要发展长期关系，但见了几面之后，我说也许我们不太适合的时候，他们却表达出了长期关系不行，也可以先来短期的意思。我自然也就拒绝了。在我尝试了 dating app 一段时间之后，我朋友看我没有什么成功率，后来他就把他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介绍了给我，所以说他们其实跟他也不熟。这个男生跟我同岁，我们俩见面的第一次他就跟我说他之前的相亲对象都是比他小10岁左右的，我是他见的第一个这么大岁数的。我礼貌发问，那为什么那些都没有继续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见前2面还挺好的，后面就不联系了。我问那你理想中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样呢？他说高跟鞋红裙子。我觉得这个人对于他自己物化女性这件事情完全不自知。他后来跟我说他是高中的时候被父母从国内带到加拿大来的，前几年他妈在国内给他物色了一个小姑娘，让他回国去看一眼。他回去看完回来说他不喜欢，没感觉。他妈说那你再回去一次。他就又回去了一次，并且还跟这个女生去泰国玩了一圈。他说我还是没感觉，但是我还是把证领了。把证领了之后呢，就要想怎么搬运的问题。他有一个朋友给他老婆办夫妻团聚签证，花了4-5年的时间，所以他觉得太久了，他就想要一个更快的方式把这个女生弄到加拿大来，就问他能不能先来加拿大读个书，先办个学签。但是那个女生因为不想学习，不想考试，所以就拒绝了他，然后他们就离婚了。他后来又找了我一次，想让我帮他找工作。我问他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他说我不知道，我不喜欢我之前的工作。好像他从小到大所有的决定都是他的父母帮他做的，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找什么老婆，他都自己没有过任何的决定。在弗洛姆的书中，他说控制和依附其实是一对共生关系。妈宝中的妈妈和孩子，他们其实离不开彼此，一个需要控制另外一方来获得存在感，而另外一方需要通过依附来获得爱。其实也不光是妈宝，有很多在一起多年的夫妻关系可能也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也有爱，但是这种爱是不成熟的爱。有听过一种说法，爱是应该2个完整的人去结合。我其实以前不明白怎么去定义一个人他算不算是完整，但我现在的理解是，所谓的完整就是你不需要别人给予你什么，你才能感觉到被爱，因为
你本身就已经足够的爱自己。所以当你跟另外一个人结合的时候，其实你们是去给予对方爱，而并不是从对方那儿去获取什么东西。聊完了加拿大的，就来聊一聊西班牙。也许是在加拿大积累了这么多的约会经验之后，我开始想要优化我的约会方式。在西班牙，我在用 dating app 的时候，我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我在西班牙用的是 Bumble， 在我刚注册之后的2周就已经收到了500多个 like， 因为我觉得那种漫无目的的刷来刷去挺耽误时间的，所以我就直接开通了会员，我能够直接看到我这500个人都是什么样的，然后我直接在 like 我的人里边去挑选。我在第1周挑选出了5个人，其实见到第3个的时候，我觉得大概就是他了，但是因为后面的2个已经安排了，所以也就象征性的去见了一下。和第3个人相处了5个月之后，我们分手了，所以我又进行了第2波同样的操作，又是见了5个人。这次当我见完了这5个人之后，我却没有再继续，而是打算停下来调整一下。一会儿我们再讲我停下来的原因。我先讲讲这10个人里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德国人。他当时的 profile 吸引我的点是他是一个光头，他有一张照片是他在亲吻一只牛，我觉得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是在德国和西班牙两边都有工作，所以他每个月会在德国2周，再来西班牙待2周。他说他还没有跟他老婆离婚，他说我们已经分居很多年了，但就是还一直没有办离婚手续，是因为离婚之后我们的税务福利会消失，我自然是不会接受这种人的。但是我通过跟他的聊天，我突然发现他跟他老婆的相处方式跟我父母的好像。他说他就是跟这个女生在年轻的时候谈过几年的恋爱，后来觉得该到结婚的时候他就结婚了，但是结婚了之后他们俩几乎就没有了什么沟通。他在家的时候就是一副男主人的样子，不苟言笑，他老婆就是单纯的付出，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去德国旅行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到德国的某一部分跟中国特别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所以它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西方人的夫妻关系的刻板印象。我以为他们都是注重开放沟通的，但实际上也并不是，这完全因人而异。我在西班牙约会的这几个本地人，每个人在见面之后都会教我说西语，所以其实我也会问我自己，我到底找他们是有目的的想要学西语去练口语呢，还是我真的喜欢这个人，想要跟他在一起？我自己是因为依赖或者是想从对方身上获得某样东西才跟这个人在一起的。当我遇到最后那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可以说我们俩很有共同语言，也有相似的经历，很能聊到一起去。唯一的问题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人没有化学反应。我觉得我暂时还接受不了，我单纯的因为一个人他条件合适，而我没有任何化学反应就跟他在一起。在弗洛姆的书里边，他说很多人把爱与坠入情网相混淆。心动的感觉其实只是在前期多巴胺分泌旺盛的3到6个月，在那之后2个人要逐渐的进入到磨合期，只有通过了磨合期之后，才逐渐的开始考验2个人是否有爱的能力。但我觉得即使是这样，如果我对一个人一开始就没有多巴胺，就没有心动的感觉的话，我其实跟他在一起是会有一种愧疚的，因为我不知道我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喜欢上这个人。因为喜欢，想要靠近，是我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的先决条件吧。我接下来的计划呢，就是在录完今天的视频之后，我要重新打开我的 Bumble， 我可能还是会开1周的会员吧。但是这一次我会把我的筛选条件放得更严格，比如饮食习惯、作息时间，
还有我会更多的去考察他是不是一个愿意跟我一起去学习爱、实践爱的人。在 Bumble 上，其中的一个约会对象问我，你用这个 app 多久了？我说2周。你是我见的第4个人。他说我用这个 app 2个月了，你是我见的第2个。所以亚洲女性更受欢迎，也许是真的吧。如果你也觉得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重新开始都不算晚，那么你有可能会对我35岁才第一次留学加拿大，40岁又搬到西班牙工作生活的经历感兴趣。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我的真实经历和人生感悟。我们下期再见喽。